在职业炉调的世界里，冠军靠技术，传奇靠天赋。但亚伦·马滕斯超越了这些，他能用天马行空的思维破解水底的谜题，借潮涨潮落的韵律谱写逆转的乐章。2015年，他勇夺哈瓦苏湖和切萨皮克湾2座经典赛冠军奖杯，并以有史以来最大积分优势获得年度最佳钓手称号。让我们走进赛场，回顾这位伟大钓手当年的神级表现。2015年5月，Bassmaster 精英赛来到哈瓦苏湖，此时的鲈鱼正处于1年中产卵季的尾声。在所有传统鲈钓教科书里，鲈鱼这时候应该都待在离岸的深水区。于是你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，几乎所有钓手都在用同样的方式挑战着极限，离岸深水做钓。但人群中总有一个人是异类，他就是亚伦·马滕斯。当别人在钻研水深和结构时，他却说了一句在当时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的话：这里的鲈鱼会吃小鸟。这不是玩笑，而是亚伦解读出的哈瓦苏湖最隐秘的自然剧本。这片广阔的芦苇荡是无数水鸟的育婴房，而初来世界的雏鸟常常会成为命运的牺牲品。它们一旦跌落水中，就成为了水下那些经验丰富的老鲈鱼唾手可得的高蛋白点心。亚伦这位钓坛的观察家与思想家，看到的不仅仅是水和鱼，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。他意识到要打破僵局，必须超脱传统的水底思维，去水面之上寻找答案。于是鲈钓史上最富想象力的一次欺骗行动开始了。亚伦没有选择常规的原案，而是拿出了佛罗里达钓组，但真正的灵魂在于他加上的那群胶群。毛茸茸的质感在水中呈现出雏鸟羽毛的飘逸形态，在鲈鱼眼中，它就是一只惊慌失措正在溺水的雏鸟。亚伦这位钓坛的造梦师，为水下的巨物精心打造了一个无法抗拒的陷阱。等待，攻击，鲈鱼毫不犹豫地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。这不再是钓鱼，而是一场智慧层面的降维打击。当其他钓手还在为突破15磅的极限而挣扎时，亚伦·马滕斯用他那匪夷所思的猎鸟战术，交出了一份19磅5盎司的恐怖成绩单。他不仅赢得了比赛，更用行动向全世界宣告：真正的极限不在水中，而在你的想象之外。夺冠这一天恰好是母亲节，这位赛场上的战术大师将这座承载着智慧、勇气与无限创意的蓝色奖杯献给了他的母亲。8月，Bassmaster 精英赛来到切萨皮克湾，这里不同于平静的湖泊，而是受潮汐支配的咸水战场。亚伦·马滕斯这位2次年度最佳钓手，在决赛日有一个大胆的近乎疯狂的想法，他将所有筹码压在了巴尔的摩附近的鲍尔斯码头。这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局，因为这里的鲈鱼只有一个窗口期，退潮。但如果潮水不对，一切都将白费。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早晨，他前3天积累的5磅优势，在静止的潮水和空荡的活鱼舱面前，正1分1秒地消失殆尽。时间已经来到中午11点，鲍尔斯码头仿佛一片死水，期待中的潮水仍未眷顾他。亚伦的活鱼舱里只有几条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鱼。计分牌上刺眼的数字宣告着，他从领先5磅变成了被反超落后8磅。13次亚军这个数字像幽灵一样笼罩在他的职业生涯上空。此刻所有观看直播的人都在想，难道那令人心碎的第14次就要来了吗？切萨皮克湾已经让数位名将吞下灵丹，他不在乎再多埋葬一个天才。但人们忘了，亚伦·马滕斯不仅仅是一个钓手，他是一个细节的偏执狂。为了这场比赛，他每晚只睡4个小时，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改装钓具。他注意到大多数挡板 G 的原装连接环太薄，在强力拉扯下会像刀片一样割断20磅钓线。于是他亲手为每一个挡板 G 换上更厚的连接环。然而
在决赛日清晨，他的吊举箱里也只剩下一个完成了这项关键改造的 Zinman Chatterbait。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在命运的齿轮上成为了最关键的一枚齿牙。中午11点半，他凭借这个挡板 jig 钓获一尾2磅多的鱼，希望的星火开始闪烁。吉时已到，潮水终于退了，鲍尔斯码头苏醒了。亚伦遇到几次很轻的咬口，鱼在试探，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。就在这时，中午12点45分，决定冠军归属的一击来了。猛烈的咬口透过钓线传来，一条真正的巨物。搏斗收线，胜利在望，但捉钩好像不深。运气会跑了吗？亚伦快速蹲下，拉住鱼线，没有过多的纠缠，直接把鱼抓了上来。他用一种最坚决的方式，将这条命运的巨物紧紧抓在手中。7磅2盎司，当日最大单尾。这不是鱼，这是砸碎亚军魔咒的定音之锤。他后来说，这需要一点运气，但运气总会站在做好了万全准备的人这边。接下来的时间成了亚伦·马滕斯的个人秀，他像一位开启了收割模式的王者，用那条神饵将一条又一条大鲈鱼请上船。21磅5盎司，这不仅是当日最高重量，更是一场史诗级逆转的最终证明。回顾整场比赛，他是一位真正的战术大师。第一天用精细的倒钓试探，第二天用复合亮片搜索，第三天用 jig 强攻，最后在决胜日用 Chatterbait 完成收官。这是一曲用不同钓组谱写的乐章。赛后他说，我当时不想走，我还想接着钓，因为我是一个钓手。是的，一个用思考、耐心和偏执的细节驾驭了潮汐，挑战着命运的伟大钓手。此战他不仅赢得了冠军，更彻底粉碎了心魔。他的2015年度最佳钓手积分的领先优势扩大到将近70分，最终帮助他获得了生涯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度最佳钓手的称号。2021年11月4日，经过与癌症19个月的抗争之后，亚伦·马滕斯永远地离开了。有人说，也许上帝想要学习钓鱼了，所以找了最好的钓手去教他。我们也更愿意相信传奇不会泄露，他只是去了一个更广阔的地方。